您这是怎么了？不知怎的，我最近总是莫名的头疼，也许是怀孕了吧。御医给的药还真好用，一喝就好。夫人一定要保重身体，不要太过劳累。我没事儿，倒是侯爷累一天了，想必收获不小吧？夫人都已经听说了。解忧私放犯人，虽未公之于众，但已经在宫里传开了。不知昆弥怎么看？昆弥命我追捕李陵，却把解忧交给右大将关押，该如何处置解忧？昆弥也没有明确的态度。没有明确的态度，就是力度不够。既然力度不够，我们在适当的时候就应该推他一把，告诉他这件事情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，如何处置解忧，必须有个明确的态度。左夫人所言极是，等明天朝会，我会劝说昆弥。凭你和周将军的说辞，恐怕不够。我已让义律连夜赶来赤谷城，明天上朝，你把他带上。太好了，义律要是能来，昆弥一定能下决心。可惜明早的好戏，我无法亲眼看见了。这将军私藏的酒啊，就是与众不同。只是你的心思不在这儿，可惜了我的好酒啊。那你倒说说看，我的心思在哪儿啊？右夫人私自放走了李陵，这件事你我都知道。右夫人跟你又情同姐妹，你现在哪有心思在这儿陪我喝酒？看来你没有那么笨啊。笨？你也不想想，我若真是个笨蛋，就算武功再高强，怎么可能做到右大将这个位置上？不过，我对我喜欢的人比较真诚，不耍什么心眼儿，显得笨罢了。既然将军自称真诚，那我就问你几个问题，怎么样？问吧。公主是不是被昆弥关押？你知道关在哪儿吗？是不是木塔城道？不是木塔城道，那是哪儿？对不起啊，我不能告诉你。哎，说吧，有什么条件随便开。你走吧。在你眼里，我安索克只是一个会谈条件的人吗？不，你在我眼里是一个重情重义的好男儿。我问你公主在哪儿，只想见她一面，看她是否安全。昆弥命我关押右夫人，我不能违抗王命。我只求见她一面。我说了不行。早知道你不肯帮忙，我就不磨嘴皮子了。别以为没有你不行，我自有办法。冯姑娘，我有言在先啊，倘若有人胆敢劫狱，那就是犯了王法。我身为乌孙的大将，绝不可能姑息，没有私情可讲。我安索克对朋友真诚，对昆弥忠诚，这也是汉人们常说的忠义。好，我不问你公主的事情了，我问你点别的，行了吧？问吧。请问将军是否有中意的心上人啊？如果心上人有事相求，你怎么办？全力以赴，绝不让他失望。好，公主到底在哪？
再见。公主虽然被看押，但是带进去一个给她送饭的侍女，我还是可以办到的。在下右夫人侍女冯辽，见过将军。我这么做，我的心上人还满意吗？心上人？什么心上人啊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好，来，喝酒。我相信总有一天啊，他会知道的。冯辽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受委屈了。见到怀大哥了吗？李将军已经离开赤谷城了。可是公主，你救了他，自己身陷这种险境，值得吗？我和李将军都是被人陷害的，而且他是我的恩人，我责无旁贷。这个时候你还想着别人，可别人未必想着你。谁呀？怀天沙为了救你，去找了温归。我怎么把他给忘了？他怎么了？他却急急忙忙带着阿依娜躲到城外去了。是吗？怀天沙亲眼看见，追都没有追上。这样也好，他总算可以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了。我看这个温归啊，自从有了阿依娜，他就不管你了。我被自己的夫君关在这里，怎么能怪别人呢？怀天沙为了救你，去找了温归，他却急急忙忙带着阿依娜躲到城外去了。怀天沙亲眼看见，追都没追上。他总算可以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了。我看这个温归，自从有了阿依娜，他就不管你了。我被自己的夫君关在这里，怎么能怪别人呢？温归不掺和我的事情，挺好的，省得他又为我做出什么破格的事情来。再惹怒了昆弥，不好。那你怎么办呀？我自然有办法。经过了这么多事，温归终于可以和阿依娜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了。我没关系，会好的。去告诉所有的人，不许去找温归，也告诉怀大哥，任何情况下不可以轻举妄动，不能做出冲动的事情，记住了吗？姑娘，时候不早了啊。记住，任何时候不要轻举妄动。公主，你保重。去吧。拜见昆弥。我等奉吾皇旨意，前几日就已经向昆弥要人，可是昆弥说要自己拿人。为了两方邦交，我等已经让步。昨日就该将叛将李陵交予我等回去复命，可是昆弥却一拖再拖。关于此事，我希望昆弥能够给一个说法。昆弥，义律将军求见。拜见昆弥。昆弥，他是匈奴大将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哎，周将军别急，这不是在长安，
也不是在匈奴，这是在乌孙。来便是客。耶律将军突然到访，是有何急事吗？我是奉大单于的命令，特来将我右校尉李陵带回去。那李陵乃是我大汉叛将，不顾祖宗颜面，做了你匈奴的走狗，理应由我押回长安，论罪处斩。哼，好大的口气！我匈奴单于的女婿，岂容你说斩就斩了？此行我带来3000精兵，要想带走李陵，先过我这关。我敦煌驻军3万有余，要想一战，我等愿意奉陪。哎，好了，二位将军，别吵了，这个是在我乌孙的朝堂，请各位注意一下自己的言行。我乌孙向来中立，做事情从来不偏不倚。可现在这李陵只有1人，你们说我该怎么办？交给我，让我带回去。不，交给我，让我带回去。交给我。哎，二位别争了，再怎么争，这人只有1个，无论交给谁，另一方都会失望。要不这样，二位先回去，再休息几天，啊，等我跟我的大臣们再商议一下，给二位一个2全其美的答复。昆明，我大汉军令如山，我这次来就是为了把李陵带走，可是昆明却一拖再拖，拖到现在都不放人。我违背皇命事小啊！若是皇上知道此事，龙颜大怒，到那时候会是什么后果，我可就承担不了了。大胆！你竟敢威胁昆明！末将不敢，忠言逆耳，末将只是实话实说罢了。昆明，我连夜赶来，也是奉了大单于的命令。若今日不能将李陵带回，大单于那儿我也没法交代。那好吧，既然二位将军都逼着我要人，右大将，臣在。把右夫人带上来。事情因他而起，也该由他给二位一个交代。喂。解忧给昆明请安。右夫人，这位就是敦煌都尉周将军，他是为李陵的事而来的。拜见公主。周将军收到你的书信，奉了汉帝的旨意，特地来捉拿李陵回去。而这位义律将军，也是奉了大单于的命令，要把李陵带回去。他们2人都向孤要人。你说说，孤该怎么办？二位将军，李陵已经走了。什么？我已经把他放走了。公主，不是你写信让我等里应外合，一起将叛将李陵抓回长安吗？你为何？你说放人就放人，本将偏不信。李陵一定还在乌孙。解忧所说句句属实。那封密信不是我写的，而是有人借我的名义想陷害我。昨天夜里我已经放走李陵，他现在已经远离赤虎城，远走高飞了。李陵可是违背了大单于的命令，私自来到乌孙。大单于让我将其押回，他人到底在哪儿？天下之大，何愁没有藏身之处？他在哪儿？我不知道。他会去哪儿是他的自由，我只知道他已经走了。公主，你可知道，你这么做是犯了欺君之罪啊！解忧之罪，而且是犯了欺君之罪，欺骗了2位君王，所有罪责解忧一人承担。2位将军不如把消息放出去，
解忧在大牢里，随时等候处置。昆明，我要说的话已经说完了，你可以下令让我回大牢了。二位将军听到解忧所说，人他已经放走了。为了尊重两国，孤已经将他暂且收押，现在就等大汉和匈奴的回复，对他再做处置。好了，今天朝会就到这儿吧。退下。喂。这么一来，解忧私放李陵的事儿会传遍天下，到时候乌孙、大汉、匈奴都不会放过他。没错，这都是夫人运筹帷幄、安排妥当的结果。我只是没有想到，他表面上看起来柔弱，胆子居然这么大，竟敢在朝廷上承认罪行。他肯定是知道自己必死无疑了，所以才无所顾忌。越是无所顾忌的人，我们越要小心。从现在看来，我们的计划还算顺利。为了确保万无一失，我们还要加把劲儿。夫人怎么说，小侯怎么做。不是安排好了吗？你主外，我主内，现在就该看我的了。母后，来了。拜见昆明。不用了，你有孕在身，坐下吧。孩儿给母后请安。昆明最近是否有许多正事？到我这儿来的次数，可比以前少多了。孩儿最近一直公务繁忙，所以没能抽出身来，请母后见谅。昆明如此辛苦，你也不想想，是谁给你带来这么多的麻烦？母后，您都知道了。哼，我怎么会不知道啊？你的右夫人已经当着满朝文武的面，不是都已经坦白了吗？不要说我这个住在宫里的老妇人，恐怕就连乌孙草原上的放羊娃都已经知道了刘解忧的事。母后，儿子，我想说一些话，也许不中听，但都是为你好。你从小到大一直是刚毅果决，待人接物有主见有分寸，从来不会因为感情影响理智。可唯独这个刘解忧，自从他进到宫里来，一连好几件事，你都因为他的举动影响到了你的决定。过去的事就算了，但这件事你一定要谨慎，万万不能感情用事。你要知道，这件事已经不是乌孙的家事。对刘解忧，你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偏袒，一丝一毫都不可以。母后，对待后宫，孩儿一向是一视同仁，从未有过偏袒。好，你既然说一视同仁，我就想听听，你对刘解忧是想怎么处置他？处置的事情不归我管。这回刘解忧犯的是滔天大罪，大汉和匈奴那边过几日就会有书信来，到时候便知怎么处置他。只要你别再心软，怎么处置刘解忧，自然会想出一个办法。哦，我还要提醒你一下，
左夫人的孩子就要出生了。你既然说要一视同仁，那就要考虑到乌孙的未来。母后提醒的是，孩儿一定谨记。起来吧。昆弥，我与右夫人情同姐妹，如今她犯了大罪，我想去看看她，陪她说说话。虎姑心地善良，还念着她们姐妹情谊，昆弥，就让她去吧。母后吩咐，孩儿一定照办。谢昆弥。不过你得记住，解忧被关在哪儿，不得向任何人透露。昆弥放心。是我。左夫人。对呀，我来看看你，在这住的还好吗？好啊，清清静静的。听说你的所作所为，我心里佩服，所以过来看看你。我们俩现在是见一面少一面了。解忧所做的一切，都是应该做的。左夫人现在有孕在身，还是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妹妹，那封信是我写的。真是你。对呀，一封写给李陵，一封写给汉君。我刚刚说我佩服你，是真心的。我伪造书信引来李陵和汉君，又告诉匈奴，本来是想让昆弥治你一个擅自做主、私通汉朝的罪名，没想到你的胆子这么大，居然擅自放走李陵，惹怒了昆弥不说，还得罪了匈奴和汉朝，你这不是找死吗？这段时间我在大牢里，也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，我就可以想一想过往的经历，什么事情是该做的，什么事情是不该做的。关于放走李将军这件事情，我想了很多遍，就算再给我一次选择的机会，我还是会这么做，因为他是我的朋友，是我的恩人。我刘解忧做事从来都是问心无愧，我愿意接受昆弥的一切责罚。你认为昆弥会责罚你？我告诉你，他不会责罚你，他会杀了你。因为只有杀了你，他才能继续做他的昆弥，才能给匈奴和汉朝一个交代。这就是政治。政治没有中间地带，你不用抱任何幻想。姐姐想多了。我希望昆弥能够处死我。我希望他处死我以后，可以将我的尸骨运回我的故乡。这是我唯一的心愿。解忧，如果你要求我，我可能会在昆弥面前帮你美言几句。我不会求你的，因为今天我明白了，死去不一定比活着还痛苦，真的。你怎么了？不用你管。
你这样头疼多长时间了？怀孕时头疼非同小可。快告诉我，这个症状我也曾经有过，我也曾经有过孩子，我可以帮你。已经有2、3日了，每日都有4、5次，找太医看过了，可是还没见好。你这个症状非比寻常，不能用普通的方子，你去找医硕，让他帮你诊治。我才不要找汉医呢！别想来害我的孩子。也是啊，像我这样将死的人，不知道哪一天就会置你和你的孩子于死地，还是防着点我好。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你还是好好想想你自己吧。我的孩子一定会平安出世，未来当上无孙的昆弥。你还是好好想想怎么向昆弥求情吧。恭送左夫人。温归，这是刚刚做好的肉干和奶酒，尝尝吧。哎呦，说好了我照顾你的，怎么又变成你照顾我了？哎，这汤泉泡完之后，头疼有没有好点？我让夫人歇着，可她偏偏不肯，非要亲手给将军您弄，说我们弄得她不放心。就你话多，先下去吧。喂，我呀是怕他们做的不用心，哎，我来，影响了我们出游的好心情。怎么会呢？自打出来这几天，没有了王庭和军务上那些烦恼，我这心情好得很。我这想起来好像很久没过过这样的日子了。只要你舒心就好了。其实这几天你陪着我呀，也是我结婚到现在最幸福的日子。我真想可以一直这么过下去。说不好，之前这么长时间以来都没让你得到过这么简单的幸福，对不起。看你说的，我已经很知足了。只要你陪在我身边，就是我最大的幸福。温归，我想给你一个全天下最幸福的家。来。其实我知道，你心里还是有很多东西放不下。我并不打算代替他，我只是希望你可以知道，别人的东西终究是别人的。你该珍惜属于你自己的。我会的。所以，过去的那些，我们就让它过去吧。我们重新开始，好不好？你干嘛去？哦，我命人拿羊肉和草药炖了汤。我去看看炖好了没。那让小一去就好了。我去吧，这一直以来都是你在照顾我，也给我个机会，让我好好照顾照顾你。那好，多谢夫君。将军，汤弄好了，我正要给夫人端过去。我要的东西呢？哦，快点。将军，要是夫人发现，您可千万别说是我给您的。哎呀，这是酒香啊！哎呀，你听说了吗？右夫人出事了。啊？哎呀，是吗？啊，没想到右夫人这次惹了这么大的事儿。是啊，听说都被关进死牢了。啊！拜见将军，拜见将军。你刚才说什么？我们没说什么呀，将军。是你们刚才说，右夫人被关入死牢了。大人，您听错了吧？小的们真的没说。打扰你，我刚才到底说什么？告诉我。我说实话，要不然我掐断你脖子。王贵，你放手！
他说的。是你，是你让他们故意隐瞒我的。是。解忧他到底怎么了？不是我故意要对你隐瞒解忧的事儿，我是怕你受牵连。解忧他到底怎么了？解忧私通汉朝，骗来匈奴单于的女婿李陵，想将他送给汉武帝，可不知道为什么他又私自放走了李陵。现在大汉和匈奴都在向乌孙要人，昆明已经把他关起来了。怎么会这样呢？怎么会这样呢？王兄他怎么会如此冷酷无情呢？这事都怪解忧他自己。你想想，如果你是昆明，怎么能接受自己的夫人骗自己呢？你去哪儿？放开我阿依拉，我要去救她。不，你不能去，你会受牵连的，你根本救不了她。即便我救不了她，我也总比待在这里什么都不做要强。翁贵，翁贵！驾！驾！你真的没办法？真的没办法。你知道我在说什么？我当然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可是你知道现在乌孙是什么状况吗？先不说解忧以前的事，就说他放走李陵这一件事，就给了大汉和匈奴向我乌孙出兵的借口。现在乌孙已经处在两难的境地了。她是你的夫人，是你的妻子，你有责任和义务去保护她。可我现在要保护的是乌孙，是乌孙。他人呢？在牢里。你真的为了乌孙要牺牲解忧？你要真这么做，我可不认你这个哥哥！住口！这是一个你当弟弟该说的话吗？我告诉你，这件事情你最好也别管。只有2封信，你自己看看。一封信是汉帝寄来的，让我把解忧押回长安；另一封信是匈奴大单于寄来的。你不会真的要把解忧交给匈奴吧？王兄，你知道我从小到大从来不求人。不是我不救他，是我根本救不了他。我再问你最后一句，你救不救？这事儿你得去问匈奴大单于和汉帝。你不救，我救。站住！木哈兹，传我令，让右大将严加看管刘解忧，出谷之外，任何人不得接近牢房。违令者，格杀无论。王兄，你不仁，我却不能不义。这次即便是拼了性命，也要救他。王贵，王贵！这把匕首你带好，只要你把它带在身边，无论你走到哪，我都会找到你。你说了，只要我带着这把匕首，不管我走到哪，你都会找到我。你找了吗？你找了吗？翁贵回来了，来接他的解忧，哪怕是到天涯海角，哪怕没有回头路，我也要带你走。将来，你的身边会有个我，我的身边也会有个你。
是我不救他，是我根本救不了他。这事儿，你得去问问匈奴大单于和汉帝。翁归，翁归，昆明，昆明。翁归反了。故事到了，你下去吧。诸位，你们都是跟随我多年，出生入死、并肩作战的兄弟。我知道，若是在平时，无论我说部队杀向何方，你们都会即刻动身，毫不犹豫。无论我说我们要向谁发起攻击，你们都会奋不顾身，以命相搏。可是今天，有些事情我必须要跟你们说清楚。今天我们将要进攻的地方是我们的家乡，是我们的都城赤谷城，而且我并没有昆弥的授意，我翁归是擅自起兵，你们知道，擅自起兵将会被视作是谋反。可我并不是要造反，我之所以这么做，是因为右夫人解忧公主她被坏人陷害，我们的昆弥她听信谗言，把解忧公主关入大牢，说要即刻处死她，所以我必须要赶回去救她。我知道你们都是乌孙的好男儿，你们对我毫无条件的信任，所以我也必须给你们一个交代。一旦失败，我们将被视作是乌孙的罪人，你们的名字将永远刻在乌孙的耻辱柱上。今天若是任何人不跟我走，我翁归绝不阻拦。可是有几句话，我想问一下各位：是谁不远万里来到乌孙，为乌孙带来了和平？是解忧公主。大声说，我听不见。是解忧公主。是谁关心我们、爱护我们，对待我们每一个人，就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？解忧公主！是谁在我们进攻大渊的时候，在我们缺少粮草的时候，变卖自己的嫁妆换来粮草，送到前线救了我们的命？是解忧公主！是谁为了前线将士们的性命，丢掉了自己的孩子？是解忧公主！不错，是解忧公主。我翁归和你们一样，受过公主的恩惠，这条命是公主给的。今天要走要留，你们自己说了算。命是公主给的，我跟你走。解忧公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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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兄弟们，解忧公主！随我杀向赤谷城！解忧公主！解忧公主！解忧公主！
殿下，让兄弟们再送你一程吧。不必了，你们先回去吧。记住，给你留着2万精锐，可不是吃干饭的。时刻注意匈奴动向，若有任何异动，记得随机应变，事急从权，可先斩后奏。喂，这。禀昆明，温归殿下派人送来书信。昆明，温归让我释放解忧，清除奸佞，如若不然，他就攻城。温归殿下真是糊涂。昆明关右夫人那是为了平息匈奴和大汉的怒气，怎么会真的处决她呢？他哪懂孤的苦心，他就知道威胁孤。庶子不与为谋，我倒要看看，我不放解忧，他敢不敢攻城？昆明息怒，穆哈自以为温归殿下万不敢有这种大逆不道之举。不用你替他求情。传我令，命右将军点齐兵马，出城迎战。只要温归敢靠近一步，就把他杀个片甲不留。喂，温归带兵到了赤谷城外。是啊，昆明已经派出右大将出门迎敌了。右大将倒算是会打仗，可温归骁勇，乌孙无人能敌呀。除非是昆明亲自挂战，要不难有胜算。你说这温归真要是杀回赤谷了，那第一个就得拿我开刀啊！那紧接着就是夫人您呐。闭嘴！父王动作好快，看来早就有所准备。你先下去吧。此2处兵力薄弱的地方，更加要严防死守。将军，你听，外面有马蹄声。出去看看。阵法严密，必定是右大将安索克。他还真是粗中有细。此人惯用骑兵，你们要加紧人手布防，以防他深夜袭营。喂。
真是无路可退了。牢头大哥，牢头大哥，哎，今天外面怎么这么热闹啊？想必右夫人还不知道吧？温圭已经带兵到赤谷城下了。温圭？对，说是为了您下囚的事儿，才兵伐赤谷城的。这可不是小的说的啊，我只是道听途说而已。谢谢夫人，谢谢夫人。坤弥，听说温圭牢头大哥，牢头大哥，哎，麻烦你帮我打一盆水来好吗？这，万一坤弥一会儿来看我，我总要梳洗一番。行，小的这就去，您稍等一下。坤弥，什么事儿呢？这么着急啊？啊？哎，夫人不用回避，坐下。说。回禀坤弥，斥候来报，匈奴大单于以帮坤弥平息温圭叛乱为由，驱甲8万，直奔我乌孙边境而来。夫人，谢谢夫人。坤弥，听说温圭顾今天不想听到这个名字，是我多嘴了。没关系。我到夫人这儿来啊，就是想透透气，换个心情，然后看看咱们的孩子，啊。虎姑能让坤弥换个心情，是虎姑的福气。果儿呀，去看看羊腿好了没有？喂，坤弥，什么事儿啊？这么着急啊？啊？哎，夫人不用回避，坐下。说。回禀坤弥，斥候来报，匈奴大单于以帮坤弥平息温圭叛乱为由，驱甲8万，直奔我乌孙边境而来。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匈奴大单于驱甲8万，直奔我乌孙边境而来。真是怕什么来什么。温圭这个时候就在城下。匈奴这个时候出兵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真是岂有此理！匈奴这个时候出兵，那大汉一定也会出兵，到时候就是3方大战，乌孙被夹在中间。就会陷入万劫不复之境。匈奴军情，你是不是早已知道？是。前几日收到父王的书信，刚刚本想禀告坤弥，可是坤弥不让。你是要去找他吗？
是有时候太聪明，不是好事。还梳妆打扮了一番，看来你是知道姑要来啊。解忧给昆弥请安，昨日夜观天象，算出昆弥会来看我，所以特意梳洗打扮一番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这儿跟我贫嘴？解忧知错，我听说了城外有一些变故，所以猜想无论如何，昆弥也该来一趟了。真是个个聪明，但是个个都不让我省心。您说的个个，是指我和胡姑吗？好了，姑也不跟你绕弯子了。我现在给你个机会出去，只要你在群臣面前认错，陈词罪己，胡姑答应原谅你的话，我就放你出去。为何要我跟胡姑认错？我是放走了李陵，但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情，我不认为我做错了。如果换做昆弥，你的朋友有难，你是救还是不救？好生不懂事的丫头，你知不知道，匈奴大单于亲率8万铁骑，正向我乌孙而来。昆弥让我跟胡姑认错，是希望胡姑劝匈奴退兵，何苦右大将和温归不打便可？胡说！温归是犯上作乱。现在右大将跟他两军对垒，刀剑出鞘，怎么能不见血？不过我告诉你，就凭温归，他休想进得了赤谷城。那是自然，有昆弥在，谁能拿下赤谷城？只是我认为，昆弥这个时候担心的不应该是温归，你现在担心的应该是大汉和匈奴在乌孙这块火焰上加一块柴火吧。所谓釜底抽薪是最好的办法，没有了这块柴火，这火怎么也烧不起来。所以恳请昆弥让解忧出去，劝温归退兵，为昆弥解忧。不行，有你做说客，无论成败都会遭人非议。都这个时候了，昆弥还怕遭人非议？赤谷城有难，这是国事。那我问你，你这么做是想帮我呢，还是想帮温归？解忧愿竭尽全力救乌孙于水火之中。好，我答应让你去，但不是劝温归退兵，而是劝他投降。明天日落之前，你让温归独自来见我，向我请罪。否则，我宁愿拼个2败俱伤，也要让他丧命在赤谷城下。解忧明白。前面就是右大将的营寨，将军温归的营寨，必须要从这儿走。可是这么近，不是很容易被发现吗？不能绕远走吗？不行，公主，再往西咱们就下河了，只能从这去。对啊，城西是伊烈水，水会映出我们的身影。看来我们只能拉着马，从这里悄悄过去。走，上马！这。
弓箭。这位兄弟，你怎么会有右大将的令牌？关你何事？右大将是我过命的兄弟，赶紧把路让开，我们有要事要办。这可不行，还是请几位随我们去见右大将吧，否则小的们也不好交代呀。去就去。哎，安索克，你小子什么意思啊？敢暗算我们？风姑娘，此话怎么讲？让他们出去。喂，右夫人，夫人，你们这是？我有要务在身，经过你们营地附近，遭你手下伏击，非要置我们于死地，不知是为何？伏击？右夫人明察，这其中必有误会。一个时辰之前，我收到昆弥的旨意，说有奸细出城，命末将派属下前去截杀。莫非末将的属下把夫人当成了奸细？在下万死难辞其咎。昆弥的旨意，你倒是推得干净。旨意在哪儿？拿来看看。将军请起。真有旨意。跟夫人不敢说假话呀，只是那送旨的使者并没有把书信留下，只是让末将过目之后就把书信带走了。怎么证明是昆弥的旨意？上面有昆弥的印章。昆弥的印章。此事太过蹊跷，实不相瞒，这次我来就是奉了昆弥的旨意，来劝温归退兵。我本是死牢中的人，如果昆弥要置我于死地，何必绕这么大一个圈子，把责任推到你右大将的身上？右夫人所言极是，末将知道是夫人的话，也是万万不可能动手的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咱们刚从死牢出来，中途没有半点停息，难道有人跑到咱们前面去捣鬼？就是啊，公主当说客这个事儿，除了咱们和昆弥，其他人都不知道。也许死牢当中有敌人的耳目。公主说的是狐姑，我倒不觉得是狐姑。不是她会是谁啊？不管是谁，这个人就是为了阻止我跟温归见面，为了让乌孙内乱。右大将，末将在。我知道你是忠臣，麻烦你多派一些人手，看看还有什么人在赤谷城周边活动。末将领命。末将还会派人护送公主前去温归处，以免路上再遭什么不测。安索克，要护送你亲自去，你那些手下我可信不过。怀大哥，请立刻召唤信鹰书信长安，务必告诉皇上不要急于出兵，不然乌孙的局势将无法挽回。属下明白。温归是为了我才起兵的，如果他要我跟他从此离开这里，远走天涯，我该如何面对？该如何回答他？我该告诉他，为了乌孙和乌孙的百姓，我们不能走吗？这真的是我内心所想吗？殿下，有什么军情吗？回殿下，右夫人解忧公主求见。解忧？她在哪儿？就在帐外。
请。右夫人解忧，拜见左大将军。公主，我们先出去了。平时，你要么是把我推开，要么是赏我2个耳光。今天怎么那么听话？因为怎么都是一死，还不如让你多抱一会儿呢。既然如此，我就再多抱会儿。好了，你要打便打，要骂便骂。为什么看着我不说话？我是太冲动了，但那是形势所逼。我接到密信说昆明3日之内要治你死罪，你让我怎么能不着急？匿名信你也信？纵然只有5分信，可即便只有1分，你让我怎么坐如泰山，视而不理？好了好了，不怨你就是。你为救我起兵，我心中恼火，9分都在骂你怨你，但有1分其实是说不出的开心。你不顾一切来救我，若不是这样的话，我怎么能见到你？哪怕只有1分开心，骂你的话我也说不出口了。请。但是有些话我知道，我说出来你会不开心，可我还是要说。你不用说，我也知道你要说什么。是王兄派你来当说客，劝我退兵的吧？你这么聪明，那我后面的话可以不用讲了。我可以投降，反正我不是真要起兵。不过，王兄得先答应我的条件。他必须要处罚胡姑和常山这2个小人，否则我是不会退兵的。你比我更了解你的哥哥，你觉得他会答应你的条件吗？以他的脾气，自然不会。可是我既已起兵，目的未达成，又怎能轻易退兵呢？没事，现在不退也没关系。等我打败了右大将之后，我就可以坐下来跟王兄谈条件了。等他处罚了胡姑和常山，我再向他负荆请罪也不迟。你说呢？怎么不说话？对了，我还没问你呢。王兄是怎么答应让你来见我的？你答应他什么了？你听我说。你先听我问完。你究竟是来帮我的，还是来帮王兄的？为了整个乌孙，也为了你。你若对乌孙还有半点情谊，就不应该出兵攻打赤谷城。不管你是因为谁，我知道你一定可以打赢右大将。可就算你打赢了他，你也势必大受损伤。不等你跟昆明提条件，你就已经死了。为什么？匈奴大兵已经逼近乌孙边境，这事错不了。我已部署了2万精锐，在匈奴的边境可以抵御匈奴大兵。这次大单于亲自领兵，率甲8万，你的2万精锐可以抵挡几时？一旦汉军再介入，形势就非常复杂了。到时候乌孙陷入战乱，你就是千古罪人。你这说客好生厉害啊！如此看来，我只有投降一条路了。昆明希望你独自回城跟他谢罪，他可以考虑赦免你。你信吗？我不信。你我虽无非分之举，但彼此相爱。昆明让我来做这个说客，
怕是对你有感情，心中有数，所以无论怎样，他都不会饶过我们俩。你的意思是，即便我去让昆弥处死，也总好过当千古罪人，是吧？我不要你死，为何要死？我要跟你一起回去，一起回赤谷城，跟昆弥谢罪。这个条件对我倒是颇有诱惑力，可是我不能答应。为什么？你让我为了乌孙罢兵，单说这一点，让我死都可以。可我这么做，也是为了你，为了除掉那些害你、那些祸国殃民的人。可现如今，我不仅要丢掉性命，我也处罚不了他们，也救不了你。你觉得，你还会劝我投降吗？那些想害我的人，你一辈子也杀不完。我也从来没有怕过，为何你要死？活下来才有希望，对吗？昆弥给你最后的期限是明日傍晚，你一定要好好的再想一想。右大将差人来报，右夫人解忧。右夫人解忧已至翁归殿下营中。知道了。这茶都验过了吗？都按照公主的吩咐，是古瑞亚亲自尝过的。公主，小心点自然是好的，但咱这宫中照料吃喝的，全是大单于亲自挑选，随公主陪嫁过来的，都是可以信得过的。这个我知道。自从解忧说我被下毒之后，我成天提心吊胆的。那公主这2日可还有头疼发作？这2日是好一点了，只疼过1回。可我还是不放心，也许我应该听解忧的，让那个汉人女医官易硕来给我看看。那可不好，公主万万不可中了解忧的圈套，咱不能自己送羊入虎口，不是？什么事？是夫人安插在右大将身边的人，说是昨天半夜解忧到了翁归的营寨里。还有这事儿呢？
想什么呢？我说什么你都不听，倒关心起来我在想什么。就不能多待一会儿吗？这仗就不能不打吗？我打，是为了乌孙，为了你。你的自负会害了所有人。如果这一仗一定要打，我希望你能活下来，去一个没有人认识你的地方，静静地过完你的余生。我不想听到你战死的消息，我受不了。你问我在想什么，我告诉你，我在想，一旦匈奴的战火燃烧到这里，这赤虎城的美景，怕是再也见不到了吧。你让他失望。撤！殿下，是否出战？出。为什么不出？让开！我是长山西侯的妹妹。蒙鬼，你不要死！你一定不要死！公主，是否马到成功？那还是请公主赶快进城吧，这里马上就要变成战场了。我想留下来，我想在阵前做一些拖延。公主，事已至此，战争是不可避免的。公主，快看！这！温归。安索克，你我曾同在军中共事，也算是有生死之谊。今天我温归有2个请求，你能否答应呢？你答应了，我便投降。殿下请讲。1，我温归向昆弥投降，但我麾下几万兄弟归属右大将安索克管。你要带领他们去到边境抵御匈奴，你要替我照顾好这几万兄弟的性命。殿下放心，我安索克一定竭尽全力。第2，你要让全赤谷城的人知道，是右夫人解忧公主，她说服了我，是她阻止了这场叛乱，她阻止了这场战争。义不容辞。你答应了？放心吧，我不会让兄弟们为难的。来，把我绑了吧。不必了，右大将，出了任何问题，我解忧一人承担。我会亲自带温归回去见昆弥。知道你会不忍心，会陪我走这最后一段，又让我得逞。我
愿意让你得逞。有你陪着，即便是王兄要我这颗项上人头，我也认了。我不想死，我也绝对不会让你死。何殿下，你说如果昆弥不肯原谅温归怎么办？说不定还会连累咱公主呢。现在急也没有用。就算昆弥原谅温归，放过公主，可真正想害公主的人还在伺机而动。如果公主那么轻易就被害了，要你干嘛知道？不打仗了，温归殿下投降了，是右夫人拯救了赤谷城。不打仗了，温归殿下投降了，是右夫人拯救了赤谷城。算了，温归没事就好了。夫人的意思是，解忧劝服了温归。不错，一定是昆弥让解忧去当说客。只是没想到，温归竟然为了解忧投降。哼，解忧还真有手段呀！真是可惜了夫人的一石二鸟之计。但是小侯不明白的是，昆弥怎么可能放得下自己的面子，去让解忧当说客？你不是应该高兴吗？之前是谁派温归让他去祭旗的？夫人不能这么说。温归投降是解了眼下的很多麻烦，但是夫人您想啊，他和昆弥的感情至深，他俩是兄弟。万一哪天昆弥高兴了，把温归放回来，重掌大权，您说，温归会不提他为何起兵吗？万一到时候查出那信是小侯写的，你想怎么样？我觉得夫人应该抓住这次机会，面向昆弥阐明利害，千万不能让昆弥心慈手软。夫人，务必抓住这次机会，置温归于死地。说起来，你也是温归的七兄，你还真不心疼你的妹妹阿依拉？那毕竟是我妹妹，我能不心疼吗？但是小侯更愿意为夫人尽忠心呐。左夫人能弃年少时的情谊于脑后，以大局为重，这才是真英雄啊！行了，昆弥也不是软耳朵根子，凭我们说两句，他就能杀温归的。杀温归也得看时机呀。只要温归倒了，朝廷上亲汉派的大臣势必会受到打击。到时候，我看谁还敢跟我作对。大胆！谁让你进来的？木哈兹无礼，请太后恕罪。为什么这么阴冷黑暗啊？是昆弥不让点灯。哎，木哈兹，谁让你多嘴的？木哈兹，你先出去吧。喂。母后这么晚来，是有什么急事吗？温归投降的消息，你是怎么看的？温归能及时悬崖勒马，赤谷城避免了一场大战，当然是好事。好事，可我觉得你反倒很不开心啊。儿子哪有不开心？那就好。既然温归他投降了，罚自然要罚，但我看是不是可以从轻处理？不行，
文贵能及时投降，故倍感欣慰。但是法理不能饶他。他已经投降，你怎么能杀他？自古以来，犯上就是死罪。我要不杀他，我怎么服众？那你是因为他造反要杀他，还是因为解忧要杀他呢？母后，我怎么想的有什么关系？关键是温贵，他犯的是死罪。当然有关系。现在我吴孙内有亲汉派和亲匈奴派的斗争，外有匈奴军队虎视眈眈。你若是明君，怎么可能因为一个女人而触杀良将呢？再说，温贵他是你的弟弟。那你要我怎么办？我倒希望解忧，他没有劝降温贵，那样的话，我就能跟温贵痛痛快快地打一仗。可是解忧，他竟然把温贵劝降了，那可是温贵呀！从小到大谁都不服的温贵，他俩若无私情，温贵怎么可能听他的？那你想怎么样呢？把解忧一起杀掉吗？你不是孩子了，怎么净说些胡话呢？不说解忧是大汉的公主，就凭她侄女兄弟之争，就已经赢了赤谷城上下的人心呢。你怎么可以无凭无据就说她和温贵有私情呢？那我不管，反正温贵我是杀定了。我是乌孙的昆明，我说杀谁就杀谁。至于解忧，我暂时不会杀他。昆明，你是对解忧动了真情了。你根本不怕别人的非议，你是真的妒忌解忧和温贵了。你没有。儿子，你听母后说，你怎么可以对一个汉人动真情呢？你忘了细君的事了。你动了情，最后伤的只能是你自己啊，儿子。你是君王啊！这些和亲的公主都只是君王间博弈的棋子，这你应该知道的。别说了，母后，你别说了。君旭民，你要干什么？母后，解忧和温贵，他们的事是朝堂上的事，母后不要再管了。国自有定夺。为什么一个人都没有？没有人，才是真的麻烦了。
罪臣温归，叩见昆明。臣在边境得知右夫人被囚，因担心朝中有人故意破坏、挑唆大汉与乌孙的联盟关系，情急之下起兵赤谷。臣一心只为清君侧，为右夫人鸣冤，绝不敢有半点逾越非分之想。可是，臣发兵事时罪无可赦，所有过错，臣愿全部承担。这么说来，你想替右夫人鸣冤？回禀昆明，李陵突然来乌孙，此事实在蹊跷。右夫人并非莽撞之人，定不会贸然写信给李陵。此事定是匈奴人为了构陷右夫人，暗中设计。昆明，我了解右夫人，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乌孙，即便是有错。住口！你说你了解她，你凭什么了解她？你别忘了，她是我的女人。昆明，温归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他什么意思？你还在这干什么？这是朝堂，你一个后宫妇人在此，成何体统？你不是说过劝降温归之后就自己回大牢吗？昆明答应过我，只要我能劝降温归，就赦免他一切罪过。我只是说考虑，没说一定。来人，传常山西侯。干嘛？敢拦我？小心我剁你的手啊！冯姑娘不要生事，昆明交代了，有人生事，杀无赦。我去！冯亮，跟我来。你冷静点行不行？冷静什么冷静啊？公主进去半天了都没有出来，要冷静你冷静，我可冷静不了。冯亮，你听我说，如果公主真的有麻烦，咱们再不冷静的话，那不等于火上浇油吗？啊！常山西侯到。小侯拜见昆明。常山西侯，小侯在。国要处罚温归，但拿不定主意，所以现在找你来问问。这种事儿，小侯怎么敢随便乱说呢？温归是你妹夫，你若不说，便是同党。昆明息怒，小侯绝对不是温归的同党。边臣结交近嗣，该当何罪？左大将温归以王族之身网罗边将，结党营私，僭越起兵，冒犯王威，兵临赤谷，这还以处决左夫人和小侯为条件要挟昆明，所以不杀不足以平民愤，不杀不足以显昆明王威。说完了，这事儿跟我没关系，这都是你咎由自取。哎，右夫人，常山西侯，你可真是个卑鄙阴险的小人！闹够了吧？来人，把右夫人给我押回大牢。夫人，得罪了。温归，你还有何话可说？事已至此，温归并没有什么想说的。温归扪心自问，于乌孙，于昆明，绝对没做过半点亏心之事。若是我这颗人头可以让昆明看清常山、胡姑此等小人的真实面目，昆明即便是杀了我也认了。说够了吗？把温归押入死牢，
听候发落。常山西侯，怀将军，请问常山西侯，我家公主怎么样了？哦，你家公主被昆弥下令押回死牢了，这是昆弥的命令，跟别人没关系啊。什么？风流，你先别说话。那常山西侯，温贵殿下怎么样了？温贵殿下自然也被押回死牢。 但这是昆弥的命令，没办法，一时半会儿。什么叫一时啊？风流，你们回去吧，在这等着也没用。我有事儿，我先走了啊。你拦我干什么？你拦我干什么？你给我安静点儿！风流，昆弥如果真的知道公主的事儿，那就全完了。 那现在怎么办？你倒是出个主意啊！让我想想。不就是被关起来吗？反正我也习惯了。只是不知道那个大笨蛋怎么样了。 我这一生实在遗憾，既不能跟解忧远走天涯，看来也没机会死在战场上了。昆弥应该不会立刻处决他吧？呸！我胡说什么呢？ 昆弥，是否要回宫休息？去虎姑那儿看看。昆弥，夫人这是在写什么？胡姑正在给父王修书，告诉父王温归叛乱已平息，让父王撤兵。替我谢谢大单于。就说乌孙之事，无需他操心。我信中就是这样写的。胡姑要向昆弥道贺，这场风波总算是过去了。只是听说是右夫人说服了温归。右夫人真是厉害，连温归都能说服啊！来，左夫人。 这件事你不用太关心了，啊，坐下。现在你怀有身孕，应该多注意的是你自己的身体。等将来生下儿子，那这个便是王储。谢谢昆弥。
有件事儿，我想听听左夫人的意见。右大将跟我说，有人冒孤的名义给他发信，让他劫杀解忧。这事儿你怎么看？还有这种事儿？夫人觉得会是什么人在这幕后主使呢？昆明不会是认为是虎姑干的吧？怎么可能是你呢？你现在大着肚子，总不见得还挺着这个肚子跑来跑去的吧？这信写完了吗？写完了，这就发出去。那好，我先走了。恭喜左夫人，这回解忧恐怕是难以脱身了。昆明刚刚说，有人假传圣旨给右大将，你怎么看？这连夫人都看不透，小侯怎么看得出来呢？我心中怎么会有不安之感？是不是夫人多虑了？行了。王兄什么时候来的？有些话在朝堂上我不好问，来这儿能问清楚。你问吧。你爱解忧，我没猜错吧？怎么，男子汉大丈夫，敢做不敢认啊？是的，我爱解忧，你没猜错。可她是你嫂子，你怎么能这么做呢？我认识她早在你之前，那时候我不知道她会成为大汉的和亲公主，我不知道她会嫁给你。昆明，你想杀我便杀，我只问你一句：我爱她错了吗？要这么说的话，你没错。你我是兄弟，我不会杀你，我只能把他杀了，这件事才能结束。王兄，王兄，你不能杀他！我求求你，你不能杀他！他也没有错，他没有做任何错事，他恪守了作为一个右夫人的本分。王兄，我答应你，只要你不杀他，我此生再也不见他。你把我杀了好吗？你求我，这还是你第一次求我。好，我给他一次机会，只要他亲口承认他不爱你，我就放过他。王兄，王兄，王兄，你不能这样，王兄！王兄，你不能这样，你会后悔的，王兄！走，走。
解忧给昆弥请安。起来吧，在这儿就不必多礼了。谢昆弥。匈奴退兵了，姑心里面松快了许多，所以来看看你。给昆弥贺喜了。过来坐。我不放你出去，你心里面是不是还埋怨过我？解忧不敢。解忧现在是戴罪之身，就算昆弥宽恕我，我也不敢肆意妄为。大单于退兵可是左夫人的功劳。是胡姑书信给大单于，让他退兵的。难怪昆弥又把我关回来了，原来是为了讨左夫人欢心呀。你这么说，看来你心里还是埋怨我。胡姑她不明白我也就算了，怎么连你也不知道姑对你的苦衷呢？我当然明白了。昆弥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以江山社稷为重，从来没有想过要难为解忧。左夫人也是。如果她不是真心爱你，又何必与我过不去呢？你说她爱我，那你爱过我吗？解忧，我问你，自你从长安到乌孙之后，姑待你如何？昆弥待解忧很好。那你知道我是怎么看待你的吗？解忧不敢妄自揣测昆弥的心意。那好，今天我就告诉你。当你刚到乌孙的时候，我只把你和胡姑当作是制衡大汉和匈奴的工具。姑早就决定，对你们俩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动情。我就想着，也不打算动情。我只想把你们两个的关系处好。为这件事儿，我是费尽了心思。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，竟然对你动了情。你也知道，在你之前，姑只爱过一个人，就是细菌。姑失去他那天，姑也失去了自己的孩子。但那以后，我就决定不再去爱任何人，因为我怕同样的事情会发生。可是没想到，所以那天你失去孩子的时候，我心里比你更难受。不是为了孩子，是怕失去你。你现在知道，在我心里你有多重要。这话我没有对任何人说过，以后我也不会对任何人提起。现在朝堂之上，你跟温贵的谣言还是没有压下去。你倒好，也坦荡，从来不回避这件事，跟温贵反而走得更近。不过你放心，姑从未信过那谎言半个字，因为我知道你是个聪明人，不会这么做的。姑只问你，在你心里，我是你什么人？
昆弥是乌孙的君王，还有呢？是解忧的夫君。就没有别的吗？是我的家人、亲人。你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。我换个方式问你，你爱翁归吗？你回答我，你爱翁归吗？你爱他，我要听实话。你最好想清楚再告诉我，你是爱他，还是爱我？我知道，我也相信你们是清白的，可是不予理智，心里未必没有涟漪。你告诉我，你爱不爱他？你告诉我。你别忘了，翁归犯的是死罪，只要你说你不爱他，姑就饶他不死。啊！但是他这一生都只能去戍边，你们俩永远都见不着。解忧，我告诉你，我这一生没有对任何一个人有这样的耐心，细菌也没有。你告诉我，你爱谁？是翁归，还是我？这是我给你们俩最后的一次机会，你说呀！你到底爱谁？你说呀！想好了再回答我。昆弥，我不想欺骗你，更不想为了苟且偷生而欺骗你。我以为翁归也不希望解忧说谎。我爱翁归，在我遇到昆弥之前，我已爱上翁归。我以为此生此世，除了翁归，我不会再爱其他任何一个男人。可是爱分很多种。我初来乌孙的时候，我紧张
忧虑，我害怕你。我也并不认为在这场婚姻里，我可以得到你的宠爱，我可以幸福。我以为更多的是刀光剑影，是尔虞我诈。但是渐渐的，我发现昆明是一个重情重义、宽厚仁慈、温暖的男人。但是因为我的过错，我丢掉了我们的孩子。我方才明白，昆明如果不爱我，怎会对我如此宽容？我也曾想过，如果我没有遇见温归，我定能好好的爱你。别说了，昆明对解忧有恩，解忧对昆明有情，这一份情是恩情，是我说别说了。文贵为了你，他不惜背叛我，祭奠你为了他，你也不惜自己的生命。解忧自知是没有活口，但如果可以化解你和温归之间的矛盾，解忧愿付出我的生命。你知道吗？你这么做，只能让我更恨温归。谁呀？谁呀？谁在笑？笨蛋！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。温归，温归，温归，你一直都在。是。当我跟昆明说的话，你都听见了。我都听见了。你这个傻瓜，谁让你这么回答昆明的？你有没有想过后果啊？温归，如果一定要死，我求你死在我后面，因为没有你，我活得好辛苦。笨蛋，要死一起死。你后悔吗？我不后悔，不后悔。我也不后悔。来，把你刚才跟昆明说的那些话再说一遍。我刘解忧，今生今世，除了温归以外，绝不会再爱另外一个男人。
在吗？文贵，你在不在？我在。还是下去吧。我想一个人待会儿，下去吧。公主，今天可还有头疼发作？坤弥把解忧送进死牢。 我这一高兴，连头疼这回事儿都忘了。看来解忧说我中毒，果然是想用计吓我。就是，公主这般人物，谁敢下毒害你啊？今天这天气可真怪啊！昨天晚上还晴空万里，怎么突然就阴天了？真不是个好兆头。 求见左夫人。进来。拜见左夫人。昆弥召夫人殿上问话。上殿？不是去他寝宫吗？穆哈兹不敢谣传，昆弥确实宣夫人上殿。昨天昆弥没来我这儿，是不是去云古特那儿？回夫人，昆弥未曾去找过云古特。 他确实是在自己的寝宫歇息。夫人，请速速上殿，莫让昆弥等得太焦急。知道了。穆哈兹，你今日话真多。出去。虎姑，虎姑，虎姑，昆弥，您这是干什么？你在给大单于的信里，到底写了什么？昆弥，你吓到虎姑。说。我说，温归叛乱已平息。 让父王退兵。我看不止这些吧。你的信里还另有玄机。昆弥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你父王并未退兵，而是率兵直奔我乌孙边境而来。那律侯正率领温归旧部和他对峙。这怎么可能啊？还不止这些。 你父亲还派人送来信件，让我杀了温归和解忧，要不然他绝不退兵。你怎么解释？昆弥，虎姑真的写信给父王了。那信里说了什么？ 信里说让父王退兵，你还敢撒谎！在军国大事上，你居然敢耍弄我！昆弥息怒，虎姑是昆弥的女人，虎姑也是把乌孙当成自己的家。
我怎么可能干出这样的事情呢？你怎么了？最近一直头痛，也不知道得了什么病。你说你头痛，什么时候开始的？你怎么不早说？昆明，我真的写信给我父王了，请你相信我。公主，这是怎么了？前2日不都见好了吗？我怎么知道？今日我口干的厉害，快去给我倒杯茶。奴婢现在就去。你干什么呢？公主，公主误会了，顾瑞亚没有要害您呢。来人，把这个贱人给我拿下！侯爷，哎呀，这志气治到什么时候啊？连饭都不吃了？哥，阿依拉求你救救翁贵。艾拉，当初翁归在昆明那儿口口声声要置你哥于死地，谁救你哥了？啊？可她是你妹夫，你要是不喜欢她，不想救她，当初为什么要把我嫁给他呢？当初他是乌孙的左大将，昆明的王帝，现在人在大牢里，他能不能看见明天的太阳都不知道。什么意思啊？昆明真的要杀了翁归吗？这我也不知道。你说你让你哥去救他，我冒失求情，那昆明给你哥治一个同谋之罪怎么办？都怪那个刘解忧，要不是他，翁归怎么会抛下我去起兵造反呢？现在知道了，他们汉人都这样。亏得你当初还说刘解忧是好人呢。哥，要不你去求求左夫人？求左夫人？左夫人和翁归还有昆明自幼相识，肯定感情非同一般。昆明又那么宠爱左夫人，要是她肯替翁归说话，昆明一定会心软的。哥，你就再帮阿依拉这一次吧，大不了以后都听你的，再也不和你作对了。侯爷，左夫人差人来说，请侯爷去，有要事相商。哥，知道了，什么都听我的。都听你的。现在吃饭。葛瑞亚，我再问你一次，究竟是谁指使你给我下毒的？公主明察，这真的不是毒药，是解药啊！荒唐！你的意思是，你明知道我中毒，故意隐瞒不报，暗地里给我解药？真是天大的笑话！没想到我防来防去，竟然没有防住你。公主，古瑞亚不敢。古瑞亚对公主是一片真心，
从来没有想过要害公主啊！你可以不说，我会奏请父王，把你的族人都抓了去，到底要看看你们的阴谋。公主不要，公主不要啊！左夫人，常山拜见左夫人。哎，这是怎么了？侯爷来的正好，要不是我亲眼看见他给我下毒，怕是要死的不明不白了。哦，夫人，小侯正有要紧的事儿跟夫人说，这事儿跟古瑞雅没有关系。把他拉下去。夫人，古瑞亚是不是跟你说他用的不是毒药，而是解药啊？你怎么知道？他说的是实话。夫人最近不是总头疼吗？我总觉得这里面有事儿。这太医给夫人看完病，我就确定夫人中的是慢性毒药。太医为何不禀报？啊，是小侯不让太医说的。小侯主要是怕惊扰了夫人，伤了胎气。再者是怕打草惊蛇，让对手有所防范。幸亏对方用的药毒性不大，解除不难，小侯这才让古瑞雅偷偷的把解药让夫人服下。这么说，你们是一番好意？不是，小侯这么做都是为了夫人着想。放肆！这么大的事为何不禀报？夫人，息怒，小侯这么做确实欠考虑，但是小侯对夫人的一片忠心，苍天为证，下回小侯真的是再也不敢。行了行了，查到真凶没有？暂时还没有，但是小侯觉着这事儿跟解忧他们一票人脱不了干系，这么做都是为了夫人着想。放肆！这么大的事为何不禀报？夫人。息怒啊！小侯这么做确实欠考虑，但是小侯对夫人是一片忠心，苍天为证，下回小侯真的是再也不敢。行了行了，查到真凶没有？暂时还没有，但是小侯觉着这事儿跟解忧他们一票人脱不了干系。解忧曾经说过，说我是中毒。应该不是他。解忧怎么会？那夫人的意思是，下毒的还有别人。这个小侯真是想不到。这事儿先不说了。还有一事我想不通，为何父王还不退兵？是不是没有收到我的书信？这事儿夫人都没有头绪，小侯更不敢猜测大单于的生意。不管为何，父王不退兵，匈奴和乌孙的关系势必受到影响。温归已经进了死牢，为何父王在这个时候要对乌孙开战呢？我自然不希望乌孙倒向大汉，但我也不希望乌孙跟匈奴开战呢。这么一来，昆明一定会对我有所芥蒂。我要改变昆明的心境。夫人是不是多虑了？您现在最重要的是要保重身体。这次算是把昆明的心都伤透了。只是事到如今，也没有什么好怕的。怀大哥，你最了解我，我绝不会为了苟且偷生而说谎。把心里想说的话都说出来了，倒也轻松。那温归呢？今天一早被带走了，我想应该还是在这死牢之内，可否帮我打探一下？好了，算我没说。公主，这一次是昆迷特准我来看你的，也许就没有下次了。
我现在在想尽一切办法救你出去，所以在这个时候，你千万不能做出什么傻事来。昆弥正在气头上，你如何救我？我已经给皇上写信了，但是他肯不肯帮忙我还不知道。如若不然，我就是万死也要救你出去。不可以，绝对不可以这样。你帮我照顾好冯辽和阿才就好了，不要像我这样做傻事，不然我死也不会原谅你。还有什么坏消息？右大将安索克联合了不少亲汉派的大臣，将上书昆明，希望昆明能够让温圭戴罪立功，地狱匈奴。公主，现在匈奴兵临边境，那些个亲匈奴派的大臣，怕触昆明眉头，都不敢出声。我想这正是最好的时候，只要昆明肯放温圭，那公主出牢就指日可待了。哪有那么简单？臣奏请昆明，现在大敌当前，唯有温圭能退匈奴。我等愿意替温圭担保，恳请昆明准温圭戴罪立功。恳请昆明赦免温圭，此事万万不可。常山，你这个小人物，你反对温圭带兵，难道你有胆量对抗匈奴不成？小猴子是不会带兵，但是赦免温圭万万不可。万万不可？有何不可？常山，你向来亲近匈奴，如今匈奴欺我边境，我看你还有何话说？这里边肯定是有误会。什么误会？你分明是公报私仇，是怕赦免了温圭以后对你不利。大陆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小猴呢？现在放温圭实属不妥呀。有何不可？行了，别再说了。你们今天来，是不是都是替温圭求情呢？啊？好，那好，姑就告诉你们，温圭定战不胜。谁要是替他求情，谁就是他的同党，与温圭同罪。昆明英明。怎么样？昆明怎么说？在下实在是不解。不解什么啊？难道还要大臣支持常山西侯？在朝堂之上，我们这些请愿的大臣占了绝对的多数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昆明他……你不知道就完了。我们家公主怎么办啊？还有，昆明让我转告二位，从今往后不许再去探望右夫人。什么？稳赢的棋都让你给下输了，我不管，你给我想办法。冯姑娘，在朝堂之上，昆明已经收了在下的兵权，令在下静坐在家，不得外出。在下已经尽力了。冯亮，将军，你说我等连累，怀天杀实在过意不去。冯亮，我们就别多说了。怀天杀你就不着急吗？我怎么不着急啊？之前我去看公主的时候，她一听说右大将要去请愿，就有不祥的预感。难道公主能预知今日朝堂上的局面？这其中一定有玄机。夫人，这回真是把我吓坏了，我还以为自己死定了呢。你还信不过我吗？只要你上殿反对赦免温圭，就必胜无疑。小侯只是不明白，
这满朝文武都替温贵说话，这亲匈奴派的大臣们没有一个吱声的。我是势单力薄，怎么看都没胜算呢。要的就是势单力薄。你想想，昆弥最恨大臣拉帮结派，今日右大将他们10几个人对你一人，你说，昆弥会同情谁？我明白了，但这也不足以让昆弥震怒啊。现在火已经烧起来了，我们只需火上浇油。哎，夫人，我想起来了，那个时候穆哈兹给了昆弥一个纸条，难不成是夫人写的？没错，我只写了温归结党4个字，就足以让你成为朝堂上的胜利者。温归结党，夫人这招真是太妙了。这右大将他们越是占上风，就显得小侯越是可怜，那昆弥就会怀疑右大将他们跟温归是同谋。夫人，我现在对您佩服的是五体投地，这一来温归恐怕就死定了。我本不想将温归置于死地，毕竟我们有少年时的情谊。只可惜时移世易，为了乌孙和匈奴的大局，我别无他法。夫人最近心软了不少，是不是因为怀了小王储的关系？夫人，这明枪暗箭的死斗里，多愁善感是万万使不得的。我自有分寸。说起小王储，我倒想问问你，给我下毒的人查到了吗？尚未查实，是解有所为，但夫人上次说下毒的人还有他人。小侯这点不明白，在赤谷城里，除了温归和解忧，还会有谁动这个心思呢？这动机何在啊？这个我也不知道。现在重中之重，就是让我顺利诞下小王储，然后再弥补昆弥对我的误会。说起来，你的解药真是有用，我今天头疼都没有犯过。夫人的健康是小侯最大的心愿。那个古瑞亚她，把她放出来吧，你去办吧。喂，母后，最近孩儿军务繁忙，没能来给您请安，请您恕罪。军务是正事，耽误不得。同样，你的善事也不能耽误。我可是听莫哈兹说，你最近2日的善事都原封不动端回了后厨，这可不行啊！哎，这孩子真是多嘴。来，母后。姑是因为这2天没休息好，所以有些食欲不振，请母后放心。昆弥，你是国君，一发一肤都是乌孙百姓的，不是你自己的，随意损伤不得。即便是为了国事，饿坏了身体，这都是错误。更何况，母后看你可不光是为了国事啊。母后言重了。哎，你看，姑不是吃得好好的吗？是吧？这肉不错。这一定是纳赫雅亲自烹煮的吧？好，非常可口。来，华儿喜欢就多吃点。是。哦，对了，我听说右大将等人上书求你赦免温归。听我说完，右大将他们确实是太不像话了，在朝廷上就闹起来了，理应罚他们。谢母后体谅。不过，昆弥还是应该以大局为重，不要因为一些流言蜚语你就一时糊涂。你这样把解忧关在牢里，消息传到大汉也不好听。为了这个闹僵了跟大汉皇帝的关系，可就得不偿失了。是。至于温归，你不会是真的想要处决他吧？姑现在想不出让他继续活下去的理由。
就算温归不是你的兄弟，他在乌孙也是举足轻重的人物。右大将肯联名为他求情，便可见一斑。你若是真的处决了温归，乌孙很可能陷入内讧的局面。少了亲汉派大臣的斡旋，这乌孙和大汉很可能陷入困顿之中。难道你真的想倒向匈奴吗？你不要忘了先王列焦弥的嘱托，他要的是制衡，唯有制衡，才能让乌孙在大汉和匈奴之间生存下去。那是先王对温归的嘱托，不是我的。你胡说什么呢？难道你要整个赤谷城的人都听到吗？你以为温归心里就没有猜忌吗？只是他不说而已。尘埃已定，坐在王位上的是你，而不是温归。所以他必须死。纵然他是我的兄弟，可他这次挑战王权，罪无可恕。从前你对温归不是这样的，他就是惹了再大的祸，你都会原谅他的。可这次不一样，他不单谋反，而且还跟我的右夫人有私情。你给我醒醒可不可以？你爱解忧吗？你根本就不爱，你只爱死去的细菌。解忧对你来说只是细菌的替身而已。母亲，你别说了，你根本就不了解皇儿。我是你的母后，我当然知道我的皇儿。你渴望王位，想让乌孙兴旺不衰，这才是你，这样的你才会幸福，对不对？那是你想要的，并不是我想要的。说实话，我现在后悔占着这个王位。如果我没有那么做的话，我现在也用不着整天在朝堂上跟那些亲汉派和亲匈奴派斡旋，我也用不着跟我的兄弟反目成仇，更不会失去我的爱人。怎么样，见到公主了吗？右大将说的没错，一定是昆明下了禁令，死牢的卫士根本就不让我进去。昆明大发雷霆，也不知道公主在死牢里怎么样了。怀将军，那，你有打听到温归殿下的消息吗？这个你不用担心，昆明如果真的要处置他，早就会有消息了。我的阿彩姑娘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情关心别人啊？要不是温归起兵，公主早就被放出来了。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殿下是冒死救公主，你还埋怨他？好了，别争了，事情到现在这样，争这些有什么用啊？我去看看长安的信来了没有。阿彩姑娘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该出马了吧？我出马？什么意思啊？你去好好求求胡姑，说不定她能帮我们进死牢去。胡姑？我怎么能去求胡姑呢？你听我说，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。想见到公主，只能求她帮忙，没准儿还能见到温归呢。可是，你放心，你的事情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。我知道你一定有你自己的苦衷，你是个好姑娘，但千万别走错了路，知道吗？
见左夫人。阿彩，你一来我的宫里，我这儿都蓬荜生辉了。阿彩只是一个小小的侍女，给夫人请安是本分。你一向都怕我，我料你在我背后也不会说我好话。怎么，你们家公主进了死牢，没了主子，想起我了？阿彩之前受过夫人不少好处，来探望您是理所应当的。哼，今天倒是挺会说话的。左夫人，求您看在阿彩曾经帮您做过不少事儿的份上，让我去见见我们家公主吧。我就知道你有事儿求我，别的好说，这个不行。左夫人，我们家公主已经被关了好几天了，求您让我去看她一眼，哪怕不说话，能见上一面也行。没有昆弥的旨意，任何人不能进死牢，这你是知道的。即便我想帮你，我也无能为力呀。左夫人，谁都知道你是后宫之首，是乌孙母仪天下的王后，又是集昆弥宠爱于一身的左夫人。只要是你想办到的事情，有什么办不到的呢？这话说的倒是挺漂亮的，可是我眼睛里容不得沙子。阿彩，你是个聪明人，不然之前我也不会让你办那么多的事儿。你要是真的想见解忧，我还真有办法。谢谢左夫人，谢谢左夫人。先别着急啊，我还没说完呢。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，只要能见我们家公主，什么条件阿彩都答应。离开解忧，到我的帐下来，做我的侍女。怎么，不愿意呀？阿彩何德何能，能伺候左夫人？哼，你以为我缺你一个？像你这样的姑娘，我宫里多的是，个个都比你聪明。那夫人，我就是想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，我胡姑比解忧更加胸怀宽广，连她的侍女都愿意到我这儿来，这不是最好的证明吗？既然要离开，阿彩想先禀明公主，求得她的准许。阿彩不想旁人说阿彩背信弃义，这样左夫人脸上也不好看。可以，那你速去速回。古瑞亚，把我的金腰牌给阿彩。喂，谢谢左夫人，谢谢左夫人。你快去吧。侯爷，都准备妥当了，小的是否该向左夫人禀报一声？不必了，左夫人让我自己去说。什么时候可以动手？回禀侯爷，今晚就可以动手，绝无耽搁。阿彩见过侯爷。阿彩，哎，你不是解忧身边的那个侍女吗？是。你不在她身边待着，跑这儿干什么呀？侯爷，说来话长。阿彩，你记着，2个时辰内一定要把夫人的腰牌拿回来。阿彩告退。冯姑娘，阿彩，怎么样？拿到了。韦将军呢？
他去找昆明了，我去找他。来不及了，2个时辰以内必须把药牌还给胡姑。那我们走。哎，什么意思啊？药牌不能用吗？当然能用，但这是左夫人的药牌，只允许她一个人进入。怎么办呀？阿才，你进去，听清楚，一定要向公主讨个主意。她最聪明，一定知道我们该怎么办。好，你等我。解忧从来就不信什么天神，但是今天，求天神保佑我，我不想死，不想死在这儿，我想出去，离开解忧，到我的帐下来，做我的侍女。我就是想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，我胡姑比解忧更加胸怀宽广。我想出去，看看阿才，看看冯辽，看看怀大哥。阿才，我不在的这些日子，你过得可好啊？文贵，文贵，我想跟你一起走，我想跟你一起走，随便去哪儿，只要跟你在一起。去哪里都可以。殿下，温贵殿下，殿下，你怎么来了？是解忧让我来的。解忧，他怎么样？他还好吗？他有没有让你带什么话给我？公主很好。真的吗？这里一点阳光都没有，你怎么受得了啊？唉，一个马上就要死的人，还有什么可挑剔的？殿下，你为什么要向昆弥坦白呢？你明知道他知道了你们的感情，你就必死无疑了。这是解忧告诉你的。你不懂。在这种时候，你骗不了昆明，只能说真话。说起来，解忧也算是跟我心意相通。还好他说的是真话，要不然我在隔壁偷听，非一头撞死不可。怎么了？我们还没死呢，给我们哭丧了。你们为什么这么傻呀？哎，好了好了，不哭了。
眼睛哭花了，咱们嫁人呢？啊！阿才不要嫁人，殿下如果死了，阿才一辈子都不嫁人了。阿才，你是，我是喜欢你。我从见到你的第一眼，我就喜欢你。你干嘛那么傻呢？明知道我喜欢的是解忧。我知道，但是我没有非分之想，我只是想把憋在心里的话说出来。我怕如果再不说，就没有机会了。好，阿才，你的情谊我记着，下辈子再还了。阿才，我再求你件事情好吗？殿下，你说。我就请你替我告诉解忧，不要害怕，不管到哪儿，我都陪着他。殿下，我现在就去告诉公主。好姑娘，谢了。公主，阿才，阿才，你来看我了，快让我看看你。你受苦了，阿才，我好想你。啊，这里不是让昆明给禁了吗？你怎么进来的？我去求了胡姑，是她给我的腰牌。胡姑。他竟然肯帮你！我们不说这个了，公主。别再叫我公主了，我这个公主的名字，不知道哪一天就没了。昆明一定不会饶了我跟文归的。解忧，你在戏班的时候就任性，当了公主还是没有长进，真是枉费班主为了救你而丢了性命。如果不是你非要救那个李陵，你和殿下何至于走到今天这步呢？阿才，救李陵到今天我也不后悔，可能就是我们俩的命吧。早知道，我就跟着温归远走高飞了。我倒宁愿你跟殿下一走了之，也好过你们俩现在在这儿等死啊！我刚见到殿下了，他让我告诉你，不要怕，无论去哪儿，他都会陪着你的。他真是这么说的。也好，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。能死在一起，我也知足了。对了，解忧，我发现胡姑现在的情形，跟你中毒的时候很像。对，我曾经劝过他去找医说，可是他不听。我今天在胡姑那儿碰见常山西侯了，听他说什么今天晚上就要动手。动手？着火了！快来救火！快救火！着火了！着火了！解忧，来人呐！有没有人呐？有没有人呐？有没有人呐？救火了！着火了！快救火！救命啊！有没有人？
有，你等着我。小心！哪儿啊？解忧！解忧！公主！解忧！公主！公主！没事吧？要不然阿彩真找不着你。快，殿下，走！小心！啊，公主，慢点！那边。王贵，解忧，就知道你会来救我。要是能活着出去，一定要好好谢谢阿彩。快走，快走！快走！阿彩，快走！阿彩，阿彩，快走，别管我！阿彩，快走啊！你干什么？快走！快走！走！